人在东海大学音乐系，今天的特别计划就是为你办一场音乐会。每一年我自己生日的时候，觉得自己多新的一岁的那个同时，就会希望有一个新的理想要去达成。今年这一年的时间，其实我有很多次公开的音乐会，然后我就觉得在舞台上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可以上台，我想应该是许多学音乐的人都希望达到的一个梦想吧。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有这么多的舞台机会，我就想要办一个音乐会，让那些很想要上台演奏的朋友们，没有上台机会的朋友们，可以一起来到这个舞台。必须说这个过程是相当的竞争激烈，因为我们一共收到了将近400封的申请。今天是我们要筹备这一场音乐会的算是一开端。我们其实已经从我们收到的资料里面呢，筛选出了最后的这30出头位。今天要再从30位呢，每一个跟他们做面试。感谢大家的参与。如果你没有被选到，也不要觉得很气馁，大家都非常的棒。然后所以也很期待接下来就是音乐会到底会长什么样子。最后我们只选出了16位朋友，我们也亲自到他的家里去跟他们做访谈。音乐在他们的生命中也都有不同的意义。那今天这场音乐会呢，就希望可以给大家满满的感动。我们就赶快去看一下大家彩排的状况，走。我是麻醉科的主治医师，音乐治疗师，是职业军人，行动社工师。以及主办人姜老师，每一年生日我都想要来弄一个大一点的企划。生日不过就是多加上一个岁数，有没有更多回馈的方式可以跟大家一起共享生日？希望可以给很多学习音乐，但也许不是在这个音乐的道路上，喜欢音乐的朋友们有机会有一个舞台。不管你的生命故事是什么，不管音乐对你来说是什么，今天我们一起在这里都能够看见在舞台上面绽放的大家。那现在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上台的演奏者。我第一次看见阿格丽东的演出呢，是在脆上面。他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钢琴，可是他不敢把自己弹琴的影片放到网络上面。然后那一次鼓起勇气放了之后，没想到我又给他回应，对他来讲，他真的是很开心有这样子的缘分。我觉得他的学习历程比较特别的是，常常受到同才的排挤，所以他一直都在家里自学。那一天到他们家拍摄的时候，一打开门，我真的吓到，因为在客厅摆了4台钢琴，所以就是家人也非常的支持他。相信大家等一下一定会非常欣赏他的演出。那我们看一下他的影片。你是不是有一些就是判定一些什么的部分？哦，那个自闭症啊，我在学校，在每一个班级都会被霸凌，所以我其实是非常没有自信心。有一次在网络上听到那个贝多芬的悲怆，因为贝多芬他的音乐我觉得非常可以疗愈，我就觉得我想要自己把钢琴按出那个声音。我在学校过得非常不好，那时候就开始只想弹琴，不想去学校。后来我妈看我状态实在不好，她就同意我那个请长假，直到现在没有再去学校。但是你是用自学的方式。对，你知道阿格丽西是谁吗？他是世界上最大牌的钢琴家，人家叫阿格丽西，他是阿格丽东。对，他刚才有跟我说，我想不到他这么会弹啊，我是这么感觉，他怎么那么厉害啊？他就是他自己的自学这样弹的哦，我真的很佩服。很骄傲。上次上台的机会是什么？2020年，我其实只有上台2次，所以我紧张的不得了。对于这个舞台，你期许给自己什么样子的一个挑战吗？我希望可以尽量不要失常就好，我不会希望，应该不会期待自己弹多好，因为我真的经验太少了。
当然希望，当然希望。我是真的非常支持他，我甚至喜欢我就都可以。他也告诉我说，他这一次被一位全国最大的钢琴家选上那个，就去表演，就上台表演。哦，我真的非常高兴。我经营一个频道，叫做古典魔术课，因为我发现这样搜寻不会看到姜老师。还怕被我的搜寻覆盖。我会分享一些音乐家或作曲家的一些大小事情。音乐是你一辈子都会想要做的事情。对。我叫做李大可，小时候人家教我弹了一首《踩到了小猫》，弹会了之后就每天在教室弹，就觉得很有趣。其实妈妈那个时候有问我要不要去学电子琴，因为我是单亲，所以我知道家里面经济没有那么宽裕，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懂事的拒绝了妈妈说我要学琴这件事。因为我不会看谱，所以我平常就是用一个软体叫做 Piano 3D， 用游戏的方式去学钢琴。它从上面会掉下来，就把那个按法把它背下来。到2015年应该是一个转折点，就是会让我持续练习的原因，就是因为遇到朱老师，我每年都会到朱老师的那个发表会，然后去闹一首曲子，这样子。那这是算是姜老师圆了我一个梦，然后我也邀请我先生还有我哥哥跟我大嫂一起来参加我的那个演奏会。我为什么会放弃呢？因为我居然做噩梦了，我梦到老师一直叫我弹琴，然后我就躲在钢琴底下不敢出来。新年新希望，大可，你就是要给我好好看谱。钢琴老师是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的，你不会看谱这件事情我是不接受，你以后不准再给我这样练琴。答应我，你要看谱，不然我就不会再跟你联络。我叫施兆峰，然后我现在16岁，因为可能那个时候妈妈想要让我有一个兴趣，就也没想到会变成那么我生活那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样不止钢琴啊，我觉得音乐整个对我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跟他学了10年，那个时候是从大班，然后到国中毕业。前一阵子就是他意外的离开了，其实10年就是真的蛮长的嘛。然后这首曲子虽然就是可能有些人可能觉得烂大街，但就是 River Flows in You， 因为这首是他最喜欢的歌。我还记得在追思会播的歌就是这首歌，然后想起来的时候，那首歌一响，然后那个回忆也就想起来了，这样。他是大肠癌，后来一检查下去，他已经4期转移到肝跟肺，然后4期一般来讲就是很难医了。很爱学生，学生差不多是他第2生命，因为他对学生好像比对他谈恋爱还要重要。只要他又抢救过来的时候，他都不会忘了他学生
这个学生兆峰你现在在干嘛？然后你有什么表现啊？他醒来都在做这些事情，所以我跟兆峰讲说，你们要有教老师的精神，继续学下去。不管你今天当音乐是什么，你至少可以当它是兴趣。啊，你们如果说你们的好，老师会看得到。啊，跟我的缘分也就到这样子了，41岁，41岁走了。我自己听了当然觉得很难过，但是，我觉得生命很渺小，然后所以我们不能控制的事情有太多。他其实已经给这个世界很多很多很棒的资产，所以我相信他的精神会永远留在这些学生的心里，然后所以也希望你可以就是用很幸福的态度去面对接下来的生活，也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因为我前一阵子也有生病，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身体健康最重要。他那时候就是脸很臭，摆臭脸，然后就是心情非常不好。他告诉我说我没有要上课，因为呢，他说我一辈子就只可以有一个钢琴老师，我没有要再有第二个钢琴老师了。对，那后来我还是希望他可以再继续精进，所以还是把这个课程安排下去。那就上了1、2次后，他才就是慢慢打开心房了，说 OK， 妈妈我可以继续上。那我想他也听进去了，就是老师就是一定是很希望就是他这个宝贝学生可以一直在精进的学习这样子。对。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就是我学到钢琴怎么弹，然后有什么技巧之类的。我觉得是那些我们互动的回忆，还有就是不管是音乐上或者是不是音乐上的都一样。就等于说，老师不是只有教你钢琴的一位老师，而是对有很大的影响。对，所以我希望透过这首歌，然后让他知道，就算他现在不在我身边，我还是有在继续努力，就是朝我的梦想就迈进这样子。我们请了妆法，一定要漂亮上阵。大家好，我叫李转林，那也可以叫我阿卡。因为我的妈妈本身就是音乐老师，所以想必我就是一定要学钢琴。我是阿卡的妈妈，因为大学毕业的时阵，我是足福气的，专业的奖学金去读钢琴的硕士。返来台湾，我我感觉到我人生我要留下什么。应该爱做一寡无同款，尤其会使对这个土地尽一份心力。教育部他要推广台语的时候，我们2个都一起进入到这个台语界去为台语尽一份心力。我即马已经换一个跑道，这已经过去啊，我嘛无要留恋。我来看，哇，很漂亮哎！年代是女明星，还天人的啦，那真的是照片。那真的是照片，这就全部都是演出的那些海报，一直上报。然后你看这个苗条到这样，哇！你看这安尼，他穿在腰间呢，这会选呢。阿卡出生了，跟姐姐被天才妈咪，天才女儿。嘿，儿子没有真的哪了？第1名的妈妈很容易教出第1名的女儿，儿子在中间，就装可爱。啾咪，我们家之前有一台史坦威被卖掉了，其实我很不甘心。这一次报名就是为了要帮妈妈圆梦，让她再次站上这个音乐的舞台。阿卡伊
伊弹琴哦，伊拢敢若作曲家，那个和弦啊，三个音伊自然会变两个音，会欠一个。啊，永远就袂焦长。足感谢有这个机会啊，来阮母仔囝会使斗阵弹，互阮阿卡转来认真练钢琴嘛。我已经足侪年毋捌看过。台语对于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那我觉得不管我们未来遇到任何困难，我一定会陪着你走下去。那我非常的庆幸这一生有你的陪伴，然后来当你的儿子。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柯玉安，我原本是拉小提琴的，然后就在国2唱试唱的时候，老师说：“哎，你声音不错，你要不要转修声乐试试看？”然后国3之后就转主修，转成声乐，好一路到现在。24岁，其实那时候已经大学毕业2年了，就是开始觉得肚子有一点不舒服。那个不舒服也没有说很夸张，就是像胀气而已。切片之后就是发现就是卵巢癌啊，第3期，蛮糟糕的。做完第1次手术之后，隔1个礼拜的出院，结果出院隔天我就开始肚子又很不舒服，就又被送急诊。我要非常感谢那位护士，她可能在跟我聊天的过程当中知道我们家开餐厅，她一间一间打遍全彰化市的餐厅，跟我妈妈讲说，我觉得你的女儿这样子会很可惜，你们真的应该要转院。后来就转到台中荣总，医生一看就说：“这个有点夸张你不是才开刀没1个礼拜吗？为什么就肚子又都满满的肿瘤？”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去彰化帮他拿那个诊断报告，回到店里的时候呢，就刚好放了那个《新不了情》，然后我就突然瞬间崩溃。因为其实我觉得或许是自己会压抑，因为有时候的乐天是因为你想掩饰自己的脆弱，当下的时候会觉得说，这么可爱的小孩怎么可以这么快就走掉，不能接受。生病超级没有尊严，我觉得我的人生怎么会过成这样子？因为我自尊心很强，我就觉得说，我不想一直让人家帮我清身体啊，因为都躺在床上也不能下来上厕所，所以就是包尿布。然后在第3天我爸妈来看我的时候，我居然在那个时候就一直拉肚子。人生最无奈的时候大概就是在那时候了。因为他说他会参加甄选，是因为那天是我生日，所以我一定要到场。他是因为我很大的原因，对，我觉得他就是天使转世的孩子。那为什么想要选这个作品？是因为女主角也是最后生病，然后就是跟大家 say goodbye 了。其实我希望的也就是跟她一样，做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平平淡淡的也没关系，反正就是把我的生活过得很好，然后开开心心就好了。
老师，好，我们来了。我叫郑依婷，大家都叫我马缇娜。妈妈是音乐系，加入国小管乐团吹长笛的原因也是因为妈妈在我12岁那一年就离开了。离开前有送我一支演奏级的长笛，她生前也很希望我可以走音乐专业的这条路。后来考上台南艺术大学音乐系，我是喜欢活在很竞争的环境。那时候休学是为了要考德国的音乐院，我落榜了。因为我本身是在教电机的本来是预期说小孩子能够走国家最赚钱的行业，结果他现在走最花钱的行业。不过今天很高兴看到他在这个舞台上展现自己，我看得很感动。我也希望说他能够让自己更有信心。只有短短几个月，进步非常多。今年度因为6月要去德国考试，我也希望他能够有更好的成绩。我一定要继续走音乐这条路，不管难不难走。我是张云杰，然后我现在18岁。其实小时候也是妈妈，她小时候有学过，然后所以我就跟着哥哥也学，然后我就也开始学。一开始也是没有那么喜欢到了国中之后，有了课业压力之后，我就觉得钢琴好像还不错，蛮可以抒压的。在高中的时候，老师有发现说我有阅读障碍这件事情。上课他真的很认真，笔记都抄得满满的，他也不会偷懒。他考试出来的成绩居然比上课都在睡觉的男生还要差。那时候因为情绪非常低落，就觉得只要可以弹到钢琴，完全可以让我放手。这个我比较自责一点。国中以前我们都没有发现他有学习的一个困扰。云姐很棒，然后就不用我们花很多心思去操心，已经很好了。希望她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希望她每件事都很开心，有梦想去逐梦踏实，这样就好了。我在他身上，我觉得我看到的是这些不完美，并不会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阻力。从音乐之中再去找到我自己，他热爱音乐那一份纯粹，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要先对北方老师，我很感谢他们可以支持我，谢谢老师有鼓励我去投稿。你昨天有练琴吗？昨天有练大概2个小时。献给江老师的粉丝。我的名字是蓝永琪，然后我现在是就读台湾大学的资工系。刚上大学的时候弹得有点走火入魔，然后就不去上课了，自己跑去休学了。不然没有修的话，可能就要被退学。其实有在偷想要不要去考北医大，跟家里讨论一下，然后被念一下。对，醒了。觉得还是继续把台大读完耶。我觉得应该是一定会一直继续弹，表演它是特殊的场合，就是也会督促我练琴，蛮需要表演机会的。
恶意没关系，大学生就是要玩。我比较错愕的是，他偷偷的办了休学，然后不敢回家。我是支持的，我一直很喜欢，很开心他们有喜欢这个。我希望他就是至少自己的功课要先顾好，不要走火入魔。帮我把路的看清楚啊，有时候可能不太看得到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他们就会指引我。对。我是江怡婷，大家都叫我江布丁。我现在的工作是表演艺术工作者，还有行动社工师。我大学念的是社工系，而且我一开始是想要用长笛去考大学的音乐系，但是实在是吹得太烂，我连考都没去考。大3升大4的时候，被合唱团老师启发，他说我其实比较适合唱声乐，我就发现啊，我选错乐器了，也去考了音乐的研究所。我觉得可以重新回到音乐的路上，我是还蛮珍惜跟开心的。社工的工作都是接触最底层、最辛苦的人们，接触这么多负能量跟情绪的状况之下，我觉得如果没有音乐，我大概第2年就死掉了，身体跟心灵都是。音乐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养分跟疗愈的方式。你们现在会紧张吗？对，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紧张是什么，然后就我越大就越俗啦。我刚刚有教导小朋友们敬礼，我觉得这个舞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嘛。然后呢，他就说是因为想要在爸爸的母校的舞台上面演奏给爸爸听，我就觉得啊，好孝顺。然后刚才后来的时候，我就多聊了2句，这个猪羊变色呢。我说你们是因为爸爸在这里，所以你们想要献给爸爸这个呀？我说是谁叫你们报名的？爸爸。那这个理由该不是爸爸想的？要很大方这样抬起来吧，笑容角度很大。大家好，我叫苏涵宇，大家都叫我 Melody。我叫苏明君，我的英文名字叫做邱尔斯。平常有在看姜老师，有订阅那个姜老师的粉丝，刚好看到这个讯息，我又是在东海，就是我的母校，就也很荣幸他们有获选，很开心，比中大乐透还开心。谢谢爸爸妈妈的栽培，然后最后也祝2月10号生日的阿嬷生日快乐。我的名字是天爱。大2的时候到法国去学习音乐，留学期间的后期，其实我对于音乐有一点失去热情。那时候就觉得努力的把我在法国的学业完成，给自己一个交代，我也可以就是
放心的放弃长笛去做其他事情。只是在看别人在台上演出的时候，就有时候会偷偷哭，好像有点难过，就是明明以前好像没有自己觉得那么糟，但为什么那时候就没有那个自信这样。毕业音乐会当然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政府是禁止音乐厅里面有观众，父母亲都觉得蛮可惜的，因为没有办法到现场来看我演出。我其实是一个蛮没自信的人，当我很想要享受舞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到恐惧，台下的观众会用什么样的目光在看待我的演出。因为这样子的想法，所以其实我逃避蛮久了，会觉得我学到的这个音乐会不会就这样消失？这个机会如果我现在不把握住，我会不会后悔？感谢你们在我想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全力支持我，即便就是在经济上可能蛮辛苦的，但是你们还是非常愿意的为我去筹措学费。我今天鼓起勇气来这边演出，你们看到也可以觉得很骄傲。大家好，我是何家豪，刚升麻醉科的主治医师。小时候看着姐姐弹钢琴，所以吵着妈妈说我也想要学。小学跟国中都是念音乐班，直到高中的时候才转为普通班。在高二过后，我还是没有停止弹钢琴这件事情，直到现在我都还有持续在练琴。当住院医师的第1年，跟妈妈一起合资买一台平台钢琴，算是完成我某一部分的梦想。从小就是妈妈陪着我一起弹钢琴，最近她生病了，这一次有可能会是她最后一次听我的音乐会。妈妈，谢谢你陪伴我这31年来的日子，然后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爱在心里都说不出口，有时候我们传赖或传贴图，传个我爱你，那个其实都是我真的想要对你说的话。我是那个百鬼组钢琴初学者，本名梁静文。百鬼组其实他是一个 VTuber 嘛，就是我现在衣服上穿的这一位，小学就有开始在学，到大学啊，因为我大学就是去中央大学那边念书的嘛，中油营业处的公务组，主要的业务内容就是加油站的整建、大型油槽的整修。老师真的太凶，当我想要放弃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跟我说：“你把钢琴学好，可以很方便可以把妹。”
结果我学了一段时间，我问老师说怎么还是乏人问津，老师就跟我说，哎，你还初学嘛，你不要紧张，你等你真的学会了，自然就会有了。其实就是因为很喜欢音乐，很喜欢就是那种上了舞台，然后分享我的音乐给其他人的感觉。我那时候就马上问他说：“所以你到现在还是母胎单身吗？”他说：“没有，我最近脱单了。”他在看拉赫曼尼诺夫第2号钢琴协奏时，这首曲子非常辛苦，对不对？你会害怕辛苦吗？可是我会怕。你知道姜老师是谁吗？在报名之前你知道吗？知道。那你看我什么影片？我要来考你最喜欢的一支。大家好，我是刘鹏杰，我今年4年级。不要看镜头说哦。有一天，妈咪去花店买花，结果出了车祸。她请朋友来接我下课，先去他们家休息。我发现他们家有钢琴，我一直很想要弹，但是我不敢弹，我也不会弹。阿姨叫我用1只手指头弹简单的 U 阶，就这样子我们玩了1个晚上。对，我们都不太相信，所以我们观察他1个月，然后后来才找钢琴老师让他学钢琴。我在李斯特这首曲子上自己创作一个小小的故事，想要分享给大家听。鹏杰很喜欢表演，也花了蛮多时间准备，然后也希望就是有一个很好的表演出这样。因为他非常特别，他是一位音乐治疗师。因为对于钢琴的执着，真的是一直从小到大，所以即便他大学后来念的是护理系。他还出国念了音乐治疗，我觉得很棒一点是，从小到大他非常喜欢的这个钢琴的兴趣，现在结合了他自己本身的专业，借由音乐来帮助这些个案过得越来越好，对他来讲非常有成就感。我们现在就来看一段云的影片。是陈英如，3岁左右就开始学习小提琴。那小提琴老师就觉得我好像有音乐方面的天赋，就介绍了我学了钢琴。不确定音乐这个工作到底能不能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后来决定去选择就走另外一个兴趣，就是护理系，把我这些多年累积的演奏经验，把它结合在一起，变成音乐治疗。求学过程一路上来去英国念书，他自己都很有毅力的用课余时间去找老师或教授继续学琴。很多年没有听他在正式的场合演奏了。我还蛮喜欢，就是在舞台上绽放的感觉，跟就是在台下练琴是很不一样的。1、2、3，
大家好，我叫李怡欣，是姜老师频道的剪辑师。我的名字叫做戴良宇，从国小到大学一路都在学乐器，但是后来是因为现实面的考量，最后就去竹科当一个麦干的工程师。我是大夜班，整个作息是非常的乱，而且没有办法好好休息，陪伴时间不足，其实我们的爱情越来越没有交集。我不希望连小孩也是这样子被我对待。从科技业跳到一般的产业，年薪直接砍半以上，那个时候光是要换工作就已经下了大决心了。很疯耶，考了3个乐团，跟一个竖笛重奏，又是4团这样子在尬。对我来说，音乐算是一个生活的调剂，可以带给我一些正能量，所以就是很喜欢、很快乐的一件事情。现在的工作内容，我就是很开心的可以去带学生一起去认识音乐，去一起享受舞台。我觉得这才是真正人生该有的意义，不是只有赚钱，享受这个世界美好的色彩。我爱你们。还是有点紧张，对，但是我还是很开心每一次上台的机会，所以在这边看到大家然后为我鼓掌的时候，我还是觉得很感动。我觉得他生病之后啊，就是整个的演出更有生命力。今天看他这样表演一路走来，真的是非常的欣慰，也非常的骄傲，松了一口气。大概有半年没有上台，后台的时候很紧张，一直喘不过气。蛮喜欢今天这个整个流程，还有这个整个活动。我相信如果他有听到的话，他一定也是蛮开心的。我其实是边录影边伴类的，我们也会继续陪伴兆峰在音乐这条路上前进。今天来听这场音乐会的时候，我才知道选这一首曲目的原因。听完故事，然后再同时听他演奏的时候，整个就是直击心灵深处，然后全场听到蛮多那种勇气的声音，我觉得非常感人。他平常就是这样酷酷的啊，没什么爱讲话，可是没想到他的心思这么细腻。你是不是想着这样老师弹的？你说，对。很感动啊，很开心啊！我每次演出都很开心，虽然演出前都很想回家跟睡觉。因为我自己是在家工作，反正就是他就在外面闯荡，我也不管他在干嘛，反正就是我就在家里顾家。我现在在推广音乐，看到这么多喜欢音乐的人能够在台上演出，而且对音乐的热情我都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很开心能够参与这场音乐会。我先生本来就很喜欢表演，看到他跟好朋友一起在台上演出，我觉得很感动。整场都在看他，我觉得老公很帅。每一位爱乐者的故事都不尽相同。在台湾，其实不是科班出身的，还是可以遇到很多爱乐的朋友。我今天弹完，就是觉得我这个初学者可能要改一下，我要改成不会弹钢琴，很多细节还要再修饰。非常欣赏他的奇迹，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机会看他实现他的梦想。我也很替他开心，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看到他在这里表演，还在这个重要时刻，然后给妈妈一个祝福。音乐会圆满结束了，哇！我觉得看到大家那些表情，跟他们结束的时候一直跟我说谢谢焦老师，你办这个音乐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有意义。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带着在舞台上面的能量，在新的一年呢去面对他们生活中所有的挑战。喜欢音乐不一定要走在这一条道路，或者是用它来当做你的职业。我觉得不管任何的人都可以拥抱音乐。今年的生日这样过，就是太有意义了，太棒了！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记得订阅我，打开小铃铛，拜拜。有马的笑声。你最喜欢哪一个表演？最后一个啊，唱的歌很好听。怎样好听？你形容一下。就是催泪吗？你觉得他看到了会开心吗？不是，刚刚有人问我会不会因为听了这场演出而练琴8小时，我说 That's impossible。